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，用龙母壮骨颗粒。龙母壮骨颗粒邀您收看《加油妈妈》。好吃又好玩，奥利奥邀您观看《加油妈妈》。孩子如果生病发个烧，你跟领导请个假，领导就会说你工作不努力。哦，别人还会质问你，这孩子怎么能生病呢？你是怎么当妈的？那你后不后悔？我曾经跟你一样，也犹豫和徘徊过，要不要把他打掉。可是你知道，他第一次胎动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小毛毛虫一样，在你肚子里一股一股的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是我的孩子啊，他可真有劲儿啊！当你给他换衣服的时候，他会抱住你撒娇；当你在外面跟别人吵架了，他会亲你安慰你。没有什么事儿比看着他一天天长大，让人觉得更幸福的了。可是我害怕，我怕我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好。那就打掉。不行这么说呢。孩子固然可爱，可是没有什么能够让你自己放弃你自己。这世界上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种活法。别人没有资格说你。你今天想把孩子生下来就生，想继续回去过单身生活，那就去快乐，这都是你的选择。但是好好活着，不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。是呀，下来吧，先下来。哎呦，我就跟你讲了，我当时看着他就不对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所以我赶紧就跟出去。哎，你这次不错啊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呀攒人品了。那可不只是一命2命呢，14级。哦，对。所以啊，我是给我老妈积福了，我就希望我老妈呢能够早日康复。哎，对了，医生有跟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吗？没有，就讲老老实实的住着，等通知，等消息。那你就好好做检查。哎，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医药费啊，那医保卡放在那里也会着灰的。哎呀，我这个一生病啊，家里嘛肯定是乱的不得了。你呢这样子，卫生嘛就马马虎虎搞，随便算了。但是小杨的饮食不能随便啊，每天1个鸡蛋要按时吃，牛奶要按时喝。他呢就是不喜欢多穿衣服，你不能惯着他，否则小朋友又感冒。你放心吧啊，小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的。我明天就把他带来过来给你过目。刚才天台上说的什么幼儿园啊、工作啊，是真的吗？都是女人，为什么要为难你啊？你这点要向妈妈学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绝不落下风。你要为我长脸的。妈，我会解决好的。妈妈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当初我非要把小杨生下来，我以为这些年你还一直在怪我呢。我当然怪你了，到现在嘛还让我管着你，还为你的事情担心。楠楠，妈妈再给你安排一次相亲，好吗？啊妈，我那个还要去接孩子呢，你今天特别的劳累，你多喝点水啊，听到吗？我晚点给你打电话啊，先走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吧，一讲正事儿他就跑。那个卢老师，听说明年小水滴的大班生里面是只有平时成绩前50%的孩子才能直升吗？这些都是谣言，直升的名额和方法还没有确定，等有消息了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家长。小道消息啊，经常是准确的。我们家这次的采蜜日才得了3颗星，哎，估计是没戏了。今天我们的家长会呢，主要是想和大家沟通几件事情。首先，我代表园长感谢小文妈妈在教师节给小水滴捐赠的1000支铅笔和1批教具，谢谢小文妈妈对于幼儿园工作的支持。谢谢。谢谢。原来是因为1支笔引起了大家的误会，后来我想，不如让孩子们用同一种笔，这样的话也省得他们互相之间攀比。我特地选了一种
质地很环保，用着也放心。到时候各位妈妈看一下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的元庆马上到了，筹备的工作比较复杂，也希望各位家长们积极的配合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那今年的元庆跟往年有什么差别吗？多了义卖环节，各家的收入我们将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。最后还有甜品活动，我们会让每一个孩子做出自己的甜品，当做礼物送给他们最爱的人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环节挺好呀，我家那些玩具都堆了半屋子了，刚好可以拿来做公益。我家小朋友做的甜品，我可不敢吃。我们的义卖是由园方负责，各位家长只要带东西来就行。幼儿园希望每一个妈妈都带一些纸盒，把你们的孩子的甜品包装成礼物。另外还需要家委会配合一下，布置活动的照片墙。没问题。对啊，去年月月妈妈做的照片墙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其他班的家长都在夸呢。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。这收集照片还有后期的修图，虽然工作量挺大的，但是好在有各位妈妈大力支持啊。连续做2年真是辛苦了，那今年要不要换个人做啊？要不我来吧？我也是可以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大学的时候学过修图 PS 的。再说来小水滴这么长时间，一直在给大家添麻烦，这次就当我将功补过吧。我在我们单位就是做文案和插图的。那个这件事情啊，一直都是家委会在做，而且我都做了2年了，我有经验，还是我来吧。月月妈妈做的当然是好的，默默妈妈要参与也应该是感谢的。那小杨妈妈刚到幼儿园来，有这份心意，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。要不今年就把这次机会让给她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可以让小杨妈妈试试啊。要不让她试试吧？其实谁做都一样。那麻烦小杨妈妈了。那就辛苦小杨妈妈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。感谢各位家长对这次工作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散会。好，那就散会吧。刘老师辛苦啊。哎，小文妈妈，小文妈妈，刚才的事情谢谢你啊，是我应该做的，不用客气，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。笑什么？上一次咱俩站在这的时候啊，还是你在教训我呢。一码归一码，我们当律师的对游戏规则比较敏感，希望你见谅。哎，小文妈妈，叫我苏青吧。啊？毕竟我们除了做妈妈，还有其他很重要的身份，难道不是吗？苏青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，如果想让小水滴排进前50%的话，得是个什么水平啊？那要看其他孩子的能力怎么样。这布置照片墙又不什么好差事，要这么在意吗？我在家委会呀，一直没什么存在感。这如果不表现得积极一点，又怎么能服众呢？真是的，你放心，我不是一直站在你这边吗？谢谢你啊，悠悠妈妈。这小水滴里面呀，就属你待人最热心了。哎，你说啊，这小文妈妈眼光是那么高的一个人，她怎么会接受周楠楠了呢？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？是呀，哎，她还突然间不计前嫌，也不说是什么原因，就估计啊，孩子肯定是周楠楠帮着找回来的。她一向啊是模范家庭来着，出了这种事儿，觉得没面了吧？对了，悠悠妈妈，这次元庆的组织你真的不参加了吗？往年都有你在的。我是因为啊，悠悠爸爸有点时间，我们想一家人出去玩一趟。再说了，这幼儿园的事儿，什么家委会的，都是吃力不讨好的苦活。要不是为了孩子，谁天天要抢着干啊？可是平时就算了，这次你要不参与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我听说呀，那天盛源小学的校长也要来，孩子在他面前露个脸总是好的。你听谁说的呀？隔壁班的一个妈妈说的。直升社员的竞争多激烈呀，平时想见校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就跟教师节送礼一样，明知道也没啥用，但是不送呢又不放心。那个卢老师也是个怪人，
居然真的把礼物全退了，还是索性有心机，捐了一批笔。我听说呀，手工大会啊，就送小文的作品去参赛。这收不收是他的事儿，送不送啊，是我们的事儿。我想了想啊，这思阳平常工作那么忙，好不容易休个假，就别到处乱跑了。这待在家里啊，其实也蛮舒服的。哎，你好，想了解一下英语吗？我们这里呀，提供1对1外教服务，帮你的孩子摆脱哑巴英语的困境。哎，我们才幼儿园大班，1对1是不是早了点儿？5岁啊，已经有点大了，不过没关系啊。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的。亡羊补牢？哦不，是奋起直追。毕竟啊，现在的孩子胎教就开始学英语了。您看要不要试听一次？我们还可以帮您的孩子专门定制成长计划，短期幼升小，长期啊到高考。那你们这个1对1是不是很贵啊？给孩子花钱啊，就是最有潜力的投资。1小时500啊？我这一天都赚不了500。这位啊是南非籍的留学生，收费不算贵的，很有性价比。而且啊，水平你也可以放心呀，英语是南非11种官方语言之一。那另外10种也包含在这500里吗？您真会开玩笑。我再考虑考虑啊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啊，这边1对1的外教课大概是怎么收费的？对，马上幼升小。如果是我买的课时多的话，有没有折扣啊？那1对多的那种小班课能不能便宜呢？好，谢谢啊。我的工资12000，加上外婆的补贴4000，到手是16000，然后买菜家用2500，水电煤500。物业宽带电话费是500，通勤是200，再扣掉小水滴的学费，这就剩300块了。这也不够付辅导老师的钱啊。秋晴，我想问一下，小文有没有上这种英语辅导课呀？有啊，很不错，哥大回来的。哎，那他收费是不是很贵啊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那种性价比很高的辅导机构或者老师介绍给我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家哥哥弟弟都是找的那种1对1的辅导，你需要我给你介绍吗？啊，不用麻烦了，谢谢你，我再想想办法。秦薇，想请教你，有什么性价比高的英语辅导机构可以推荐吗？小杨，你玩好了没有啊？赶快去背英文。快放下，走。这个用英文怎么说 ？Apple。那你知道 Apple 怎么拼写吗？妈妈现在教你啊。看好啊 ，A P P L E， 你现在自己来写一遍。对。A 放了2个 P， 移过来说，咦，好臭呀！你都跟谁学的这些啊？卢老师，我能进去吗？卢老师来了，快进来吧。谢谢你的排骨啊，很好吃。合你胃口就好，快进来坐吧。你在教小杨学英语啊？哎呀，这小杨之前也是上过英语辅导课的。小杨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词汇量不足，会影响他的口头表达，还有那些辅导课程基本也没用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每天能抽出1-2个小时时间来，给他营造一个全英文的环境，最主要的是让他大胆地说。我上哪儿来的2个小时啊？而且我就是有这个时间的话，我这能力也不行啊。
也不一定非得是你啊。哎，那给他看那种国外的动画片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。不去玩去吗？我这以前呢，手机里的公众号都是关注的包包、旅游、美食。生了他之后呢，把包包都删了，就变成了辣妈减肥和潮牌童装。进了幼儿园之后，我现在连身材管理和穿衣打扮的公众号也没有了，幼儿医疗还有省钱攻略。那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想表达什么呢？我以为花了大钱让他上到像小水滴这么好的幼儿园，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。可是没想到有人会跟你说，你儿子英语不行，看动画片没用，还得补课。我们家所有的预算都用来支付小水滴的学费了。如果这每个月再交上万把块的去上这个辅导课的话，我们娘俩就真的要喝西北风了。你说这自己交吧，也不是不行，恐怕这母子情分从此就不在了。你说这些我都理解，可是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你会面临更多的困难，你别介意啊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陆老师，我看你每天下班都挺早的啊。哎，那你有没有时间帮我们做个兼职呀？我不兼职。不是，咱们现在是邻居，而且你也是他的班主任，这不是水到渠成吗？况且我也会给你付钱的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以我的工作资历和背景，在辅导机构他们称之为金牌教师。当然啦，卢老师肯定是金牌的。所以呢，你请不起我。小杨，拜拜。卢老师再见。烧肉的白痴。你可以试试网课。这么便宜啊？又生气了？陆老师假正经不收礼，我准备把送给他的笔放在了网上，结果一个人死乞白赖问了半天就是不买。现在网上都是那种没有素质的人，咱不跟他计较，啊？不计较，不计较，我最不计较的人就是你。我又怎么了？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的开网店挣钱，月月连上小水滴的钱都不够。老婆，你受委屈了。少来这套！你要是能有点本事，我也不用在幼儿园看人脸色。你要是太辛苦的话，我们让月月换个幼儿园。都最后一年了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你要让我前功尽弃吗？我们要是有学区房，我这打肿脸充胖子开网店卖包卖衣服，我也不怕别人知道。可是我们有吗？老婆，明天我出差，这回差旅费特别高，我到时候住招待所，这么省什么？月月外教费总是能省出来的。顾志勇，我跟你结婚，我不要求你有房有车，我也不羡慕别人穿金戴银拿名牌。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，可是孩子不一样啊。我们没本事，没办法让月月躺赢，可是我们不能拖月月后腿啊。我回来啦。哎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。哎，妈妈。今天回来那么早啊？对。那个，苏晴啊，我看小文最近家教的英语练习很不理想啊。没关系，这次不是生病缺课了吗？等到恢复了，弟弟没问题。对，靠他自己不行吧？是不是该找个英语老师给他强化一下？英语辅导班一直在上，你就别瞎指挥了。他一周上几次课，上课都是些什么内容，你有搞不清楚？
哎，什么叫做我搞不清楚啊？是你什么都不跟我说。小福带着2个小孩跑出去，还进了派出所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告诉我，你还瞒着我。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李老板，是你当时不接啊！你不信去看通话记录啊。那就应该是在开会没听到啊！哎，你自己也知道，我今年丢了几个大客户，输了几场官司，我压力很大。再加上你看，小文现在又生小，小福又在叛逆期。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我才希望你能够多费点心，行吗？李老板，你只是瞎玩了吗？我知道的，弟弟的功课我会抓的，哥哥我会好好跟他沟通，让他什么都跟我说的。但是你不要当孩子的面说什么叛逆期，行不行？我已经上初中了，已经过了什么都能跟妈妈讲的年龄。哎，注意一下你的态度，行吗？爸爸。在这个家里，你不需要靠发指令、教训人来找存在感。走吧，小文。嗯，小福，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对，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你自找的你。你也这样跟我说话？妈妈，能看会儿动画片吗？不行，马上就要上课了。可是我早上已经上过课了呀，晚上也念过英语了呀。学无止境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妈妈要求也没有尽头呀？Hi, your mom told me that your name is Xiaoyang. Hello, Xiaoyang. Nice to meet you. You can call me Sophia. Say hello. Hello， 妈妈，你傻了？我说话电脑里面有人听不见的。听得到的。你好好上课，一会儿我去给你做黄油小饼干吃。能加奥利奥吗？能。快点上课。Now let's learn the first part, drawing with me. 妈妈，这节课上多久呀？要半个小时。那你快点去做呀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你自己能行吗？能行。好吧。你注意听课啊。看着看着。First, we draw a circle in the corner, and then we draw a square.吴主管，我知道我昨天汇报过了，但是呢，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，想跟您讲讲。我发掘了一批新的客户是可以挖掘的，所以昨天熬夜啊，专门把这个行业里面的情况整理一下，您看看。可以，不错。还不是您这段时间对我指导有加，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嘛。哦，我又写了一份计划书给您。哎，把那个周奶奶给我叫来。哦，周楠楠，吴主管叫你。好的。哎，快来！我这不看你就忘了。哎，你这个计划书我看过了啊。这数据和思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改。你慌什么呀？我和客户谈过了，他们很感兴趣。愿意再找时间详细了解一下。那是不是就说明我可以拿下这个大客户了？愿意再见面呢，说明把握就比较大了。记你份功劳啊！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吗？行，我看你是摸着门道了。这样吧，这回见客户呢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但是丑话说前面啊，可是要花不少时间的。行，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陆总那边的合同可以签了。今天下午5点呢，我在 SOHO 还约了一个工作室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。
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啊？可以啊，效率很高啊。那我先去了啊。行。哎，小陈，你还在啊？那个计划书我看完给你反馈，好吧？哦，好，去吧。没事啊。啊。的时候，小杨，你英语怎么变好了？你妈妈给你请老师了吗？偷偷告诉你哦，吴老师陪我等妈妈的时候，顺便教我英语，真的，是真的。明天就要去打印照片了，月月妈妈就差你们家照片了。这是孩子们在幼儿园最后一次照片墙了，你要是没有最满意的，就再挑一挑呀。但总不能一直拖着。那周楠楠催你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哎，等到时候啊，你看了照片不满意，受委屈的还是你自己。做了3年的照片墙，偏偏最后一次沈园小学的校长要来，机会就给了他。好像之前努力都白费了，这受委屈有什么用啊？但这一次元庆见校长的机会，只要有苏青在，我们俩就只能靠边站。悠悠妈妈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支持你。谢谢你啊！哎，苏青不是很支持那个周楠的吗？如果他这一次毛手毛脚的把元庆搞砸了，苏青总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吧？可修照片这点小事还怎么搞砸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元庆也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好，你是陆总监，这是银行的客户经理，他说和你有约。客户经理？对啊，昨天我们通过电话的，约在了今天下午的5点钟。刚才看您在忙，就没打扰您。不是已经见着了吗？啊？下午3点我们就和你们银行的人见面聊过了呀，怎么又来一个人？是你们自己安排工作重复了吧？喂，吴主管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新科这个公司，咱们银行还有谁在跟进吗？行，那先这样啊。进来吧。来，我来给你脱。月月，你饿不饿？我要不要给你拿杯牛奶？怎么了？你这放学回来怎么这么不高兴啊？拖鞋都不换，来，换上。妈妈，有些单词连小杨都会，就我不会。小杨的英语不是挺差的吗？小杨说罗老师给他补课。补课？这罗老师在哪儿补课呀？他开补习班了吗？他说他妈妈没时间来接他的时候，罗老师就会给他补习英语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来 ，Cheers！ 哎呀，幼儿园的那些妈妈们呀，鸡血成那样。悠悠妈妈还让我给卢老师送礼物呢。我看完全没有必要嘛。不过还好，卢老师都退回来了。爸爸，我的奖励呢？这个你找妈妈，随便挑。耶，终于可以有奖励了。又推给我？哎，不是推给你啊，这小女孩的喜好还是你最了解嘛。
爸爸，你好久都没送我礼物了，你该不会变成一个穷光蛋了吧？哎，别乱说。爸爸呢，只是事儿太多，太忙了。忙什么呀？别说女儿了，我都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。你喜欢什么你自己买呗。自己买那叫礼物吗？一点仪式感都没有。你最近总是出差，到底在忙什么？哎，生意上的事儿，说出你也不懂，别操心了啊。我还是董事长呢，我怎么能不操心？不是，为什么你总说你的钱我的钱？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啊？生气了？没有。老婆啊，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只需要好好享受生活，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我打理好公司，将来赚的钱全部是你的。公主也得理解理解我们这些骑士，很辛苦的，相信我好吗？当初是不是你哄我啊？我说我不想要小孩，你非哄我说没关系，生下来之后你来负责，我什么事都不用操心。现在呢，伊莎贝尔的事情还不都是我来管？你管什么了？在家有阿姨，上学有老师，放学有家教，你管什么？那还不是我安排的好？啊，我不管啊！我生日快到了，你看着办。哎，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就跟他一模一样，长不大你。哎，小公主，我们碰一个 ，Cheers！ 滴滴滴滴，喂，是张爷爷吗？喂，是我呀，小洋洋，什么事儿啊？张爷爷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喝水呀。张爷爷啊，我们电话都长这样的。我们小时候电话是这样的。可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话呀。哎，你们玩什么呢？妈妈。嗨。哎呀，隔了2代人，打电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了。张叔，今天又麻烦你了。你客气什么呀？那春华的外孙还不就是我的外孙吗？看来你跟我妈最近发展的挺快啊。说实话，我妈自己一个人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希望她能找个人照顾和关心她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妈妈。啊，哎，楠楠，你也单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没有考虑找一个关心照顾你的人啊？有张叔，你怎么和我妈一样开始催婚了？好，不说了。哎，我马上去买点水果给你妈送去。啊，这么晚还要去啊？快出院了，我得抓紧时间表现一下。那行吧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使劲跟你说好话。好嘞。张爷爷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慢点啊。好。小杨，你今天那个英文读了吗？念了，卢老师还教了我很多新的呢。卢老师？是啊，卢老师每天放学都会带我念英语绘本。妈妈，今天故事可好玩了呢，晚上我讲给你听好不好？好。这卢老师可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。卢老师最好啦。行了，妈妈要工作，你就去自己玩一会儿。小文妈妈，活动照片少了几张，能不能传我？稍等。感谢。今天晚上弟弟有一个作业要跟爸爸一起做，你早点回来好不好？作业的事我可搞不定啊，还是得靠你啊！先走了。飞喽！
不起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去那边玩吧。喂，朵朵妈，哎，能不能麻烦你把那个照片再发我一次？啊，我电脑出了点问题。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给你 P 好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妈妈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在睡觉。那个照片能不能再发我一次？啊，对，我没有收到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。小杨，快去睡觉啊！妈妈，我陪你。小文，妈妈睡了吗？你是管理员吧？能不能帮我艾特一下妈妈群的全员？各位不好意思啊，我电脑出了问题，所有的照片都没有了，可以麻烦大家再重新发我一次吗？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天哪，那照片墙来得及完成吗？已经发给你了，辛苦了，小杨妈妈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查单词呢，是不是吵到你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你弄你的吧，我睡我的。明天一大早还要做手术呢。良才真的好厉害哦，哪像悠悠，那孩子我跟你说教的一点都不成器。但这一次元庆见校长的机会，只要有苏青在，我们俩就只能靠边站。悠悠妈妈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支持你。好了好了，快！哎，谢天谢地。妈妈，是外婆回家敲错门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妈妈下午才去过医院的。医生说外婆还要过几天才能出院。哎，周小阳，妈妈说过不能随便开门的啊。
罗老师，你在家吗？有人敲你家门，一直等在门口都没走，需要帮你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？我在楼下看到你家灯亮着，上次来也没见到你，所以今天就上来看看。见着了，还有其他事吗？我们很久都没好好说话了。你最近还好吗？睡眠怎么样？是不是还经常失眠呀？啊？我一切都挺好的。今天太晚了，就不请你进来了。那我下次。